哦，好冷。歐洲現在又在熱浪了，東北的航線貴到爆炸，那你為什麼不會想要來越南避暑嘞？這邊是魚頭，那我們目前在的地方是越南，然後現在是7月，我在的位置是達累。達累這邊是什麼樣的地方呢？這邊是一個高原，在看的人是台灣人的話，你可能對高原沒有太多的印象。但是如果你有在澳洲打工度假的話，那這邊看起來就像是澳洲的首都。那簡單來說，高原的東西你就自己上網查吧。這邊的海拔將近有1500公尺。那如果你是有在越南玩過的人，你可能有去過沙巴這個地方的海拔高度跟沙巴差不多，所以溫度也都跟沙巴差不多。認識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事實上是一個相對比較不會這麼怕冷的人，但是我還是穿外套了。簡單來說，這個地方就是很冷。那我現在穿着外套，現在7月了。如果你剛好知道沙巴，那或者是你有在越南待一陣子，但是你沒有听過這個地方的人，那我幫你做一個簡單的分類。沙巴這個地方，它就有點像是它有很多梯田啊，然後很多觀光景點，然後外國人很多，路況比較陡一點，因為它是在山上。達累這個地方，它是一個高原，它比較靠近胡志明市，相對平坦很多，也是很高，也是很冷，沒有什麼外國人，因為觀光景點在這邊做的沒有非常的發達，反而這邊是很多越南人會來避暑的一個地方。而這個地方它事實上距離胡志明市的車程只有7個小時，大部分人也是搭巴士過來。以前是一個相對難到達的地方，但是為什麼說以前呢？這個我們之後會說。說完了那個達累跟沙巴的差距，說完了達累跟沙巴的差距，那我們現在來說說看達累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特別的點。首先，我們必須先從缺點開始說。最明顯的缺點，我自己覺得很無聊。達累並不是沒有觀光景點，達累有，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不喜歡在那種華國美學的那種觀光景點的話，那你會覺得達累這個地方是真的就沒有什麼觀光景點。再來一個點，就是因為這個地方很冷，我不太建議就是那種喜歡來游泳的人來這個地方。接下來我要講一下這個地方的優點。首先，這個地方在越南，我剛才有說了，所以越南的夏天有什麼？越南的夏天有無止境的太陽，所以這個太陽並不會因為到達累就變成陰天。事實上，我們可以欣賞的同樣的太陽，但是這個地方暖和很多，有點像是歐洲啦。你看山上的好處啊，常常會起大霧，然後就變得很涼快。最近那個河內那邊有台風，因為這邊海拔也很高，所以它這邊沒有陽光，以後就變得非常非常冷。那現在冷的感覺就有點像是台灣的寒流了，但是現在7月了。所以如果真的很怕熱的人，我自己還蠻推薦這個地方的。啊，我戴這個帽子是因為下雨，是因為太冷了，我把我自己的耳朵給蓋起來。這邊怎麼這麼冷？再來就是我覺得這邊的建築美學相對好看一點點。你是一個喜歡建築美學的人，那你可能會喜歡這個地方。再來就是數位游牧者可能會比較喜歡的點，這邊的網絡好不好？哦，這邊的網絡事實上還不錯。我自己做影像工作的，算是生活都還過得去。這個地方它的房價非常非常的便宜。超級便宜，就是如果你有待過這些點的話，那這個地方的房價大概是它的1半以下。如果你是只是想要在這邊待一點點時間的人，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這邊的青旅我們那時候來看的，差不多一天就是1塊美金，超級便宜。除了房價便宜以外，這邊的物價也很便宜。如果你覺得越南的物價很便宜，那你可能要來這邊看一下，這邊可能比你心中就越南的物價還要再便宜。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喝咖啡的人，還有這邊的咖啡很好喝，然後也超級便宜，因為這邊就是原產地，然後咖啡店就是到處附近都有。再來就是這邊也有一些特別的食物，那食物這個部分相對來說比較刺激一點，所以我先跟各位講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跳過，你可以跳到這個點去。狗肉啊，哪裡來的？那個路邊剛好有人在做狗肉，有點像豬肉，但是它比較有嚼勁一點，然後我覺得比豬肉好吃。我要譴責你，剛剛那個阿伯請我們吃狗肉，這是狗。狗在哪裡？這是狗。你看這些把棍，他剛才開店，那現在已經早上快8點了。換作是那個越南其他地方，應該早上5、6點就開店了。我解釋一下啦，就是這邊的那個駕駛啊，他們會把那個香放在那個車子上面，那這個是代表就是保佑說行車平安的，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傳統。因為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像是台灣的花蓮，就是這邊的人口非常的少，所以你不太會有在越南人擠人的感覺。有時候會懷疑說這個地方到底是不是越南？當然它沒有像是沙巴一樣有一個非常好看的梯田風景，但是你有雲海可以看。
好，最後來總結一下，就是達雷這個地方對我來說的感覺。這個地方它事實上生活步調很慢，它沒有什麼夜生活。但是對我來說，在一個地方生活，特別是我跟我的夥伴，我們平常就是在國外生活是待一陣子的。最重要的點，並不是說這個地方有多少觀光景點，而是這個地方生活便不便宜，然後生活機能夠不夠，網絡好不好，生活品質怎麼樣。我目前住的地方的房間大概是長這樣，價錢大概就是那樣，生活品質還不錯。我自己是覺得過得比在台灣還要好，只是就是有一點冷了。好，達雷這個地方適合誰來？我自己覺得是比較適合那種數位游牧的人過來，或者是你是來國外是來體驗生活的，並不是來去一些觀光景點當觀光客的人啊。如果你真的是那種觀光客的，那我觉得你去沙巴好了，就是那個地方事實上也不錯，而且風景好看很多。最後，2026年8月的時候，達雷它會開放國際航班。所以從那一天開始，你就可以搭飛機來達雷，你再也不用一定要搭着巴士來這一個山中小城。如果你是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人，那你可以過來這邊看一下。我自己是強烈推薦的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有在看這部片的人，你可能對於這個城鎮還算是蠻有興趣的。你來這個地方找一個房間租1個月，然後在這邊享受一下在地人的生活，我認為不會讓你感到後悔。我自己覺得不太會後悔。好，那這邊是雨桐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